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高先生，35岁，来自天津个体；女嘉宾郭女士，29岁，来自海南，音乐老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您是开小吃铺的？对，小吃店的。上过央视，做的特别好，是吧？还可以啊。您过去是做竖琴演奏的？对，音乐老师。哦，现在是音乐老师，谈了5年了，是吧？对对，在一起5年了。哎呀，这个搭配有点意思啊。在哪儿相遇的呀？我们是在音乐会上认识的。我当时是去演出，然后他就跟他朋友一起来听那个音乐会。哦。然后他还喜欢摄影，当时就跟我拍了很多的照片。哦。最后就他问我加微信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。这台上的演奏员应该很多哈。对，当时最后是在咖啡厅才私下认识的。那天就特别巧啊，音乐会结束以后，我就是跟我朋友去喝咖啡，正好赶上他下班，然后照他很多照片，就过去说把照片发给他，就这么认识了。啊，一场音乐会，一次咖啡馆的这个邂逅，两个人就5年下来了哈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现在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纠结，觉得有点。还是再想想。那就说说为什么交往了5年到结婚这个坎节上，女生觉得哎，我心里还有一些别扭。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虽然这么长时间了，但是，我觉得他还是对我有一点不是特别的诚恳吧。哦，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？因为谈了一段时间，他跟我说他是有一段婚史的，对我是有所隐瞒的，我就有一点心结吧。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他隐瞒，就是一上来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有点小遗憾的，因为他在天津只能待1个月。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这段感情不会太长久，可能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恋爱经历吧。然后但是我们俩感觉还不错，后来相约的是在西安，我们俩一起去旅游，但是甜蜜的时光必定是比较短暂的。后来我们俩又分开了，他有他工作，我有我的工作。但是后来他给我特别大的一个惊喜，过了半个月吧，他把他工作都辞了，然后来天津找我。当时我是在长沙工作的，然后由于我来天津是有1个月的学术交流吧，跟他认识之后，觉得他挺好的，我们还去相约在西安玩了一圈。再之后就感情升温了嘛，我就把工作辞了，就来天津了。您是一个为了爱勇敢奔赴的一个女孩，那个时候你只是觉得说，可能这是一段不太长久的感情，但是我不希望把这段感情就错过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恋爱经历。所以在他来之前，他并不知道您曾经有过婚史。是我从我这本心，我没想就是隐瞒，就是这个事儿我没有必要就是逢人必说。我之前结过婚，然后但是他来了，我觉得他非常有诚意，然后也觉得对这个感情付出的也挺多的，所以说我选择第一时间就告诉他了。但是他这件事情就有一点耿耿于怀吧。每次吵架就得提一下。我有一个好奇啊，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冲动和动力说把工作辞了？确切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的个人工作的问题，他这个人对我真的是很照顾，就促使我更快的能够辞去这个工作。所以人家也很坦诚，说并不是完全为了爱情，还有一些其他因素，反正组合在一起，对，我就来了。是的。之前他没告诉我，他来了以后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，必须得告诉他。好，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，他就觉得挺不高兴的。很大的落差呀！忽然间跟我说这事儿，我就心里面特别大的心结，就很难受嘛。后来处得还不错，对吧？后来就还行。那在这个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顺利吗？两个人？经过很多事儿，他不是开那个小吃店的，他跟我说去做个加盟，这样的话咱能更快的赚点钱。我觉得是咱先做好自己的，他偏不听我的，最后赔了很多钱嘛。那不我也想多赚点钱嘛，我们家的物质基础也比较差，我就想投资一个，最后你赔了那么几十万，你还是我帮你一起奋斗还这个贷款。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比较感激他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他跟我风雨同舟，我觉得一个女人能跟着我一起去奋斗，就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娶不可的一个女人。但是你说这投资的话，就是有赔有赚，我也不想，其实我出发点是投资这事儿咱就不说了，反正是已经过去了嘛。最关键的是有没有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？
觉得运气特别好，能遇到一个宝藏女孩啊，宝藏女孩。那就说现在吧，咋了呢？因为我是南方女孩，我家是海南的，我爸妈就是说没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婚房，这以后生活的保障都没有。说你们不行就晚几年，也不要再我们家不也准备了吗？准备房子了。你爸你妈是准备房，你觉得那房能够用来结婚吗？那说出去我都里外不是人。怎么了？他爸他妈说他们现在住的那套房子给我俩让出来，让我们俩住。那我就觉得给外人听上去是我非得要怎么样的，我特别的物质呀，要求的很苛刻呀。他想的太多了。我父母那意思就是家里房就一套，就让我们俩住，然后他们俩出去租房住。但是我们俩商量这事儿就挺对不起二老的啊。对呀，那肯定不行啊。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姊妹吗？亲戚比较多，然后我是独生子。就是因为这个婚房的事儿，他姐姐在从中各种搅和。什么姐姐呀？不是独生子吗？他那个表姐，我自己觉得我跟他一起奋斗可以去买这个房子，但是我家里面就不同意啊。这我就理解了，你家里希望有房再结婚。对。所以我再问一句，您不着急结婚对吧？对，我觉得可以再等几年。这等几年为什么还会提到房子呢？谁着急？你着急？我觉得我们俩也谈了这么多年了，应该到了一个结婚的年纪了啊。我觉得想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。这我就明白了。女生说，其实我们就这样处着没问题。男方又觉得我们赶紧把她娶进门吧，所以父母就提出说我们搬出去。对，然后所以你觉得你里外不是人啊？这个心里是别扭，这是一个别扭。还有其他的别扭吗？然后再就是紧接着说这个，既然结婚了，就肯定要办婚礼嘛。是的。然后他们家人就觉得，因为他是二婚嘛，尤其是他姐姐，就说俩人就领个结婚证，然后走个形式就行了，不用说刻意的去办这个婚礼。我就很不愿意听下去。那我不也向着你说了吗？我姐说的不对，说我姐说的不对的，那你没有必要，我们家人你都不理了吧？你姐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姐说啊，你们俩至于这么大办吗？都已经二婚了，随便啊一吃个饭就完事儿了，那是一吃饭就完事儿，那我是头婚呐。啊，我觉得我姐说的不对，当时我不也说她了吗？这个姐姐到底是个什么姐姐啊？在你们家说话有分量吗？是个表姐，当时我们家里头就是我们4口，因为这事儿有点小争吵啊，然后她正好在旁边了。我这个不黑一下啊，这姐姐不是你爸妈的代言人吧？不是，这个姐姐我听出来好像基本上你爸妈不愿意说的话，好像都姐姐在说吧？你爸妈对这事儿到底是什么意见？我爸妈对她也挺好的，她跟我爸妈关系也不错，就因为那件事儿以后，我爸妈觉得这事儿有点对不起她啊，觉得做的也不对。行，这听明白了啊。那么婚事由此卡在这儿之后，女生的状态有没有变化呀？我感觉她就不如从前了，平时就有一点小事她就跟我发脾气。我觉得之前不这样啊。比如说上就前2天，我们俩一块儿吃拉面去，我自己倒个醋，然后把那醋皮儿就放我旁边，就因为这事儿，拉面馆20-30个人，他同20-30个人他数落我。主持人，我跟您说，男的我也要脸，完全不是说像他讲的那个醋那么简单的那个事情。他以前都是，把那个拉面端过来，然后给我倒上醋。那天是他把那个拉面端上来，然后倒完这个醋之后就放旁边了，就不管我了。然后我就说，你怎么光知道顾你自己，你怎么心里就没有我了呢？我就说这么一句，他还跟我急了。曾经的无微不至，现在变得好像有落差了。对，我就觉得你这个事儿，你就诚心的找茬儿诚心跟我散的。这个怎么会诚心跟你散呢？啊，他就是找一些问题。之前他不这样，我们俩之前感情挺好的。就最近一段时间，因为这房子的事儿，还有我姐说完他这事儿，没事在生活当中他也找我茬儿，嫌我脏乱差。前段时间大半夜睡着觉都我轰出去了，我弄得我那莫名其妙的。我轰出去是有原因的，他睡觉打呼噜，吵得我睡不着。哪个男的睡觉不打呼噜？这个东西我也控制不了。他过去不打吗？他过去也打呼噜，那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？但是声音没有那么大。这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？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我天天店里也挺忙的，睡着了可能因为太累了，就容易打呼噜声音大点了。你看他还给他开脱呢，到底怎么想啊？我就是觉得，我想让我自己休息得更好一点。我就觉得你因为这个事儿你就找茬了。之前咱俩在一块儿是不这样，这就听明白了。
我能问几个其他的问题吗？啊，您说。第一段婚姻是为什么没有的？第一段婚姻因为那个跟女方的感情，不合，刚开始在一块儿的时候感情基础就差，那阵儿也是年少懵懂，觉得结完婚了可能会好一点。结婚多久离的婚？结婚2年吧，然后其中还分居1年。有孩子吗？有个女儿。孩子跟谁？跟他母亲。行，那对于这段感情你有什么期待呢？比如说我要马上结婚，还是说既然条件不到，我们再等等看？我觉得希望他能给我点时间吧。然后可能之前我也是比较着急，给他太大压力了。我觉得我还是有赚钱能力的，再奋斗个1-2年，咱凑点钱买套房还是可以的。女生不是说不着急结婚吗？对，我是心想再等等。我父母就是觉得，如果要是有房，如果能够稳定的话，还是可以考虑结婚的。爸妈就觉得我是远嫁到这边，怕我受苦。没有啊，就是现在其实完全可以维持现状嘛。维持现状，毕竟我的年龄也大了。所以你还是给他压力的嘛，实际还是有一个期限的嘛。前段时间他母亲跟他说了，让他1-2年之内就回海口发展了，因为那边组建乐团，让他别把他这个专业荒废了，去那边发展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能通过我努力给他一幸福的家。听明白了，是在职业生涯上面可能会有转折或转机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然后就是觉得可能回去是不是好一点，也还是留在天津会好一点。哎，那你为什么不能像他当初奔赴你一样的陪他去海南呢？我想过，有手艺。问题人家父母对我这个条件可能是稍微有顾虑。见过他父母吗？没见过，他们家亲戚我倒是见过。为什么5年都没带他去见你父母？我就是觉得还是不够成熟。我爸我妈想让我回去，如果这边的所有的条件都是比较好的，我家里面可能会同意我留在这边。但是现在来看的话，我觉得。但是我看依您的性格不像一个听家里话性格的一个女孩啊。我跟他提过，我说不行，咱去海口见你父母，他都不带我去。我是害怕我爸妈拒绝，这样以后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如果现在有了房，结了婚，还回海口的乐团吗？可能也不会回去了。如果没有房，婚事没定下来，会考虑回海口的乐团，是这意思吗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是因为我在天津这几年也是有一定的资源，然后就一切都是未知数吧。带他去海南也不行，是吧？他可以跟我去旅游啊，但是见我父母的话，我觉得我是都紧张的。这一段感情听到这儿，好像也没那么乐观了，姑娘。我们剔除掉房子的因素，现在犹豫不嫁给他的原因是什么？他的性格方面，有的时候这个脾气特别大，不太会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其他的话会有一点小自私吧，就是老想着自己，忽略了我。这都是他的缺点，那他的优点呢？他就是特别关心我吧。比如说我下班呀之类的，问我今天累不累呀？我们出去体贴，吃点什么好？对，心心念念想娶的女人，给我们描述一下。反正在我心目当中，她不能称得上完美吧，但是也接近于完美，这就是我对她的描述。接近于完美的一个女人这段情感到底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女生说男生不够诚恳，这是你给他留面子，其实那就是不够诚实。刚才你振振有词，为什么一开始不告知女生你有过婚史还有孩子？你的理由是我总不能见人就说，这对，但是对他必须提前说。你现在更多的是在套路别人。他的父母有疑义，当然会有啊。做父母的谁不想自己的子女过得好啊？如果她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会一把手就把她拉走了呀。所以面对这样的状况，赵传老师说的对，犹豫的不是他的父母，是他。
您现在对这段情感是处于一种犹豫期，你拿捏不准，但又感受到这个男人不是你理想和希望当中的那个丈夫，他有自己的梦想，有自己的期待，是你自己击碎了他的期待。你做餐饮店这么多年，哪怕紧一点首付付不起吗？这么多亲戚朋友借点钱，首付付不起吗？拖什么呢？这样下去，他敢5年前远走高飞，他也敢5年后离你而去，请你自己三思。好，我比博宏老师的相对乐观一点哈。这时候呢，我想很郑重的问男生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刚才你的女朋友对你提出了一些不满，包括她认为你不够成熟，包括呢认为你脾气很大。对于她这些批评或者是否定性的评判，您自己怎么看？他说这些问题呢，确实也是有，但是可能不是这么夸张。所有问题的话，我都接受。我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，无论我们俩在一起不在一起，我这些问题我都会改。但是我还是希望这段感情的话能走下去，就是让我努力去改变的那个人是他。所以呢，我相较刚才博宏老师的观点啊，更乐观一点。我认为这个男生呢，能看到自己的问题，并且还愿意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改进。其实呢，谈恋爱跟在一起过日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谈恋爱是跟对方的优点在谈恋爱，但是过日子呢，可是跟对方的缺点在过日子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如果男方愿意改，那么我相信两个人还是有再重归于好的可能。虽然说这段感情从一个很浪漫的开始，到今天这个一地鸡毛的样子，看起来有点高开低走，但是呢，我希望双方啊能够去反思这5年来发生了什么。我觉得是女方在这5年里攒多了失望，而且越来越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如果男生真的能够像他刚才自己所说的那样去改进自己，你们的未来还是可以值得期待的。我希望不管是男生也好，还是女生也好，都能够正确的去处理来自自己家庭的各种压力和各种影响，那么能够两个人风雨同舟，一起往前走。最后呢，做一首打油诗送给你们：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各有委屈苦难言，爱情只是花前月，生活柴米酱醋盐，包容信任才长久，各持己见手难牵，人生总有风和雨，风雨同舟把手牵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是很悲观啊，这问题症结肯定不在男生那儿嘛。这个姑娘已经往前走了，这男生追半天只能看到一背影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说你等等我吧，等等我吧。他还前面在琢磨呢，我图你个啥呢？我图你不爱干净？我图你打呼噜？放弃自己乐团的工作？到底我图你个啥呢？你说图你个啥呢？你说你能给他一个安稳的家，第一没有房子，第二事业也不咋地，第三你看家里面还有挑是非的人。你说啊，我能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爱？你看他现在好像也不是特别能感受到，图个啥呢？爱情它会慢慢的转凉，它像什么呢？像是一个火锅，沸腾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香气扑鼻啊，太好吃了。等那火锅凉下来，你看那一锅的油腻啊，你烦死他了。有没有一点这个感觉？现在你就是那个凉下来的火锅，你知道吗？那一锅油腻，我刷它呀，太烦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给了你5年时间，你看无奈就无奈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是没有给你时间，他不是一来就跟你要房子，而且他现在年纪也不小，29了，5年时间，为了结婚这个事儿，没有看到有什么推进。我觉得这姑娘要仁至义尽了。关于远嫁这个事情，我觉得你思考的思路是完全正确。我对于远嫁有3个不嫁的条件，第一个叫内心不够强大不远嫁，第二个叫人生没有发展不远嫁，第3个叫没有独立的房子不远嫁。虽然第3个看上去好像很实际，但我认为是必要的，因为远嫁不一样，远嫁是你孤立无援，你身边没有人，也没有人帮你说话，什么都没有，
有个住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。我一贯不是那种说啊结婚必须有房子的人，但是我认为远嫁应该有，哪怕再小也应该有一个。最后啊，还是说那句话，给了你5年的时间了，在这个时候，也许2个人就应该好好的把那锅冷了的火锅刷干净，然后安安静静的各奔前程吧。就这样。其实后来的感情里头的这一些小细节不满意的，都是吹毛求疵。
你不能光说呀，一定是要决断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才是所谓男人力量感嘛。你的力量感在哪？一个如果是你真心爱的女人，你真心想把她留下来，你怎么可能留不住她？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咱俩经历了很多坎坷，然后我希望你能留在我身边。其实你也不要有什么太过于大的压力，我们俩这5年一路走来也是挺不容易的，包括老师们说的一些问题我也都知道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吧。虽然我对你，希望你能做的就是更好一点。虽然我对你的感情可能三言两语的说不出来，但是我觉得你平时的生活当中能会体会得到。其实家庭的一些因素对我的压力也挺大的，然后我希望咱俩一起努力吧。我觉得我能给你一个幸福的家。好吧，我再想想吧。我发现你们俩啊，空话大师，你知道吗？就一句实话都没有。你就说实话，你说半年之内解决婚房，你们这样多好啊！其实您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俩我觉得就是每一天都跟爱如初见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。每一天都爱如初见，就5年都没把她娶回家。您要那个时候爱如初见，根本不是投资了，是娶她回家了，好吗？急死了！你也是，你提明确要求，你知道吧？最难的就是这个，没有明确要求让人猜心，你知道吧？那我还想说2句。你说呀。我就希望，咱先成立一个小家吧，然后我接纳那个情感导师给咱说这些建议。我觉得咱俩想象当中特别美好的那个，离咱俩有点太远了。如果我要再这么坚持的话，你也再这么坚持的话，可能离婚姻的殿堂渐行渐远了。我觉得咱先组建一个很好的家庭，往前一点点，咱再奋斗吧。不是，就是先组建家庭，再买房，是这个意思？不是，他是先买个小小一点的，他们可能规划的房子以后再换。谢谢2位，请回。来，我们来预测一下吧。我依然不看好他们这段情感，女不出男出。我还是相信爱情的，我相信他们会双出的。我希望他们双出吧，但我觉得女生有不出的可能性啊。我相信现实，所以他们还是会双出，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其实这个我挺失望的，我觉得人生这个旅途吧，很短暂，每天都是不同的风景，然后可能就是我怎么想掐你呢？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姑娘犹豫了，就是在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彻底明白了，你不配，你真的不配珍惜。这个时候还能冷静的下来，理智的下来，在这儿做演讲吗？说空话吗？我真的很是。你不应该是去追她吗？是去努力把她追回来吗？一个对你那么好的姑娘。我想的是，再继续努力挽回这段感情，我觉得还是有希望。谢谢您，请回，谢谢。